大家都说家是避风港，但对于有些人而言，一想到回家反而压力更大。每次回家跟爸妈讲个2句就开始吵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大家好，我是志奇。相信对不少人来说，跟爸爸妈妈相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从生活作息啊、政治立场到择偶就业，每件事情呢都有可能被拿出来吵常常讲没2句就爆发冲突。有些家庭的状况甚至更复杂，像是爸妈欠债要你还，3不5时打电话情绪勒索等等，让人一想到回家心就累。大家也知道这种关系不健康，但是要改变却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啊！不可能直接放生爸妈，一直顺着他们自己又过得很痛苦。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所以有本书或许就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这本书呢叫做《讨厌妈妈的我是不是个坏女儿》，作者金善英呢是韩国的家庭咨商专家，里面讨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不当家长，还有应对的方式。那这本书的案例呢，虽然都是母女但我们觉得其实这些方法呢与情境也适用于所有的亲子关系。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讨厌妈妈的我是不是个坏女儿》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面，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吗？我们总是忙于工作、学业跟各种生活琐事，内心的需求却常常被忽略，或不知道该怎么样寻求帮助。如果你需要一个角落让心灵放松、平静下来，那或许可以参考聊心茶室这个平台。聊心茶室是一个专业的线上心理咨商平台，跟全台40位心理师合作，提供简单清楚的预约界面，让大家可以轻松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师，而且咨商完全不受地点限制，使用的线上沟通工具也符合资安法规，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安心方便的使用心理咨询服务。那如果你遇到烦恼，却因为各种的限制迟迟没有寻求帮助的话，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上聊心茶室解脱压力，开启一段奇妙的心灵之旅吧。这本书的作者金善英呢，是一位韩国家庭咨商专家，而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其实就存在着各种问题。金善英的父母呢，在他小时候就离婚了，后来父母再婚娶了一个继母，可是再婚之后还是一直外遇充满怨恨的继母就常常把情绪发泄在小金善英身上，不只是曾经当街追打他，甚至连饭都不给他吃。后来金善英长大之后，自己也结婚生小孩，当上了妈妈。她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没有得到的关爱，全部加倍的灌注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她每天帮女儿准备功课、搭配衣服，时时刻刻盯着她，变成了一个过度保护的妈妈。甚至有次女儿出门没有带伞淋到雨呢，她居然忍不住就哭了出来。后来他的女儿呢，逐渐被养成一个没有自信也没有主见的妈宝，开口闭口都是我做不到，妈妈帮我做，也因此交不到朋友。金善英呢是才意识到，他正在把自己童年的经历换一种方式投射到女儿身上，对女儿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伤害。因此他就在思考小的时候没有得到健康的爱，对自己还有小孩的未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而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在描述不同类型的母亲如何影响女儿的人生走向。书里面提到的案例还有状况很多，我们这边就稍微的整理归纳成3种。第一种常见的类型呢，是跟过去的作者一样，太过溺爱小孩，什么都要帮小孩做好的过度保护爸妈。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夏恩的个案，他因为妈妈的过度保护呢，从小到大几乎都没有朋友，唯一的玩伴就是自己的妈妈。甚至呢，到后来夏恩长大要交男朋友要结婚了，妈妈还百般的阻挠，不舍得他离开。因此，即便结婚之后呢，夏恩也只好每周都回娘家，就连跟丈夫去旅行呢，都要带着妈妈，让她的丈夫很受不了。夏恩虽然知道这样子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狠心的拒绝妈妈，因为她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妈妈的全世界。而且她还发现说，这个状况也不能够完全的怪妈妈而已，因为她自己也已经习惯了依赖妈妈，每一个决定呢都要问妈妈的意见，不敢独立自主，害怕自己没有妈妈就无法生活。童年的过度保护呢，反而对于家长还有夏恩本人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除了这种过度溺爱的家长之外呢，另外一种常见的类型是过度严格的老师型爸妈。
老师型爸妈有点像是我们讲的虎爸虎妈，他们呢对孩子的期待很高，常常会骂小孩比不上别人家的谁谁谁，这个学校不好啊，那个工作没有前途等等，所以他们会一直的唠叨碎念，而且还会强调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孩好。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会拼命的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同，努力的念书工作。可是就算他们终于做到父母的要求，很多时候爸妈也只会觉得都是我教的好，让孩子越来越自卑。也因此，这类型的孩子往往会变得非常的害怕犯错，担心只要有一点点做不好就会被批评跟责骂。但是人总不可能永远不犯错啊，所以他们呢就有可能养成说谎的习惯，掩盖错误来避免责骂。而这个也可能让小孩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更难向外求救。像书中有个叫做慧珍的案例哦，她晚上呢在 K 书的时候遇到了性骚扰，本来想要向父母求救，但她担心哦，如果告诉父母，一定会被骂说我有没有说过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你怎么不早点打给我等等的指责，所以她最后什么都没有说。而这种恐惧呢，就算到了成年也很难摆脱。慧珍后来成家立业之后，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也还是不敢回家找父母商量，只能够自己默默的扛住。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提到的这个过度保护还有老师型爸妈，都比较是父母把自己的关爱强加在孩子身上的状况。那反过来啊，还有另外一种过度要求孩子关爱自己的情勒爸妈。这些状况比较复杂的家庭像是父母的感情不和啊，甚至有暴力、精神疾病等等情况，有些小孩甚至必须要反过来照顾爸妈。这个时候，小孩反而成为了爸妈唯一的依靠跟慰藉，更有可能发生控制、情勒小孩的状况。书里面讲了一个美珍的案例哦，美珍的爸妈在她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妈妈经常喝酒，需要美珍从小就照顾家庭。后来美珍长大，想要跟男朋友结婚，妈妈却恐吓她说，全天下的男人都像你爸一样会外遇。后来甚至还告诉美珍说，没有妈妈你就能够变幸福了吧，然后试图吞掉自尽，吓得美珍只好答应妈妈分手。另外一个案例呢是吕晴哦，她已经40岁了，但还是需要一直忙着照顾妈妈，帮她洗碗啊、洗衣等等。有的是因为忙而没有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就会连续的打个50通夺命连环 call， 让她不得不接。但是接起来呢，却只是在讲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让她压力大到需要去看精神科。而吕晴自己的孩子呢，也因为看到这种状况，在学校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假装没事，不想要增加妈妈的压力。从上述的这种种案例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说，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不只会影响到我们自己，还会蔓延到周遭的人跟下一代。那到底可以怎么做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呢，从务实层面来看，要改变爸妈是很困难的，所以与其等待他们改变，我们不如呢先从自己开始做起，才更有机会改善这些不健康的亲子关系。这本书里面呢有介绍很多实际的解决方法，但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而我们这边简单的归纳成一般版本跟进阶版本两大类。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呢，最好的方法是勇敢的去表达自我。虽然我们可能也会觉得爸妈很可怜，自己忍一下就好了，但如果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回避沟通，最后可能只会让大家更加不理解彼此的想法，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所以作者认为不要怕被说不孝顺，勇敢的当坏儿女，讲出真心话，才是对于双方都好的方式。而具体来说，作者建议儿女呢，可以先想想，我希望爸妈能够做些什么，我希望自己是怎样的儿女，我最担心跟父母的关系出什么样子的问题。比方说，你希望爸妈尊重自己的决定，希望自己是个独立自主的孩子，最担心的是跟爸妈吵架，那也许呢，可以试着这样子清楚的跟他们表达，我害怕沟通这些事情会让我们吵架，但是我不想要对你们讲一些敷衍的话，只是希望你们相信我的决定。这种方式呢，听起来很老梗但表达心声呢，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不过当然啦，这也不代表呢，只要沟通就会有效。在一些更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作者也提供了不同的建议。有些比较严重的案例呢，父母会用煤气灯效应的手法来控制小孩，像是严厉的贬低和指责小孩，让小孩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也因此更容易的被父母支配。那遇到这种情况，要好好沟通表达的难度很高，所以作者呢建议先想办法拉开距离，像是以前每天见面，每次都见个2-3小时，那之后可以尝试搬家到更远的地方，或是告诉他们在准备某个证照考试啊，真的很忙等等，用具体的方式减少见面的次数跟长度。不过作者也强调说，一开始拉开距离的方式不能够太过激，因为如果马上断开联系，父母可能会直接找上门来，让状况变得更加的棘手。重点在于呢，有自觉的保持距离，减少父母对你的影响。
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坚强，不会再那么的容易被他们的话语影响时，下一步或许就可以用我就烂的回应法。例如，当爸妈情绪勒索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这个不孝子，那你可以回说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子不孝，更坚定的拒绝情绪勒索。书里面强调说，这种回应呢，不是要你真的不理爸妈，而是希望帮助读者意识到，我们要先照顾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强大起来，进而帮助父母独立，让双方的关系一步一步变健康。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亲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好处呢是大部分的时候，在外面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家里面得到支持。但反过来如果爸爸妈妈有问题，我们却很难出去求助。有很多的沟通跟改变的方法，大家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说起来简单，要真的做到却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很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是，作者除了提供一些很实际的做法，也会强调说，讨厌爸爸妈妈的你并不糟糕，不需要因为这样子而太过自责。另外，书里面呢也提供了很多认识自己的方法，帮助你从自己开始变得更强大，进而呢更好的去修复关系，照顾家人。推荐呢，这陷入有毒亲子关系当中的人呢，可以跟着讨厌妈妈的我是不是个坏女儿练习关照自己哦。那当然，这些方法呢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你的情况，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深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寻求专业的协助永远是最好的选择哦。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跟自己的爸妈会有无法沟通的问题吗？有，我都敷衍应付，想太多呢又会被说强词夺理，干脆说对方想听了就好。有，我都正面迎战，讲出自己的真心话，但很容易吵架。所以没有，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会一起交换各种意见。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讨厌妈妈的我是不是个坏女儿》这本书。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我们精致化儿童以及后悔当妈妈的讨论。那么今天的世纪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